今天你将与白马王子在奇妙场合邂逅，对方英俊、善良、才华洋溢的吸引力，让你的爱情能量像烟火般烧开来。看吧，真的很不准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会有个英俊、善良、才华洋溢的白马王子跟你邂逅？哦，除非他是疯子。啊！你想死啊？喂，你好。车祸意外多人死伤，在哪？好，我就在附近，我马上过去。小夫走了，上工了。怎么啦？但是啦，走了，快！很贵啦，快一点好不好？急什么啦？快点，快来不及啦！喂，你怎么打人啊？是你不要脸！明明是你先扑过来亲我，你还先打人。哦，难道你们仙人跳？哎，还来啊？你神经病！下次别被我遇到。你走了，来不及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谭师，里面手术完成了吗？谭师，你是处理10几个病患，你是怎么办到的？谭师，请问你的手术结果如何呢？对不起，各位媒体的朋友们，本院的医疗团队是最优秀的。刚刚外科主任唐主任动完了马拉松式的大手术，一次1对16，可以说是已经创下了世界纪录。现在唐医师非常累，需要休息一下。1个小时以后，我们将召开记者会，对各位说明详情。谢谢各位，谢谢，对不起，谢谢，谢谢。实在是太厉害了！哎，小付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样才叫帅，才是白马王子。拜托，你还真以为他会看上你啊？当然会啊。这上面写的。七兄，这真是了不起啊！一个人完成这么大的手术，马上就要出名了。今天晚上记者会，准备当英雄吧？啊！这不是我一个人功劳，每一个人表现都很好。哎，这就是你谦虚的地方了。谁不知道你唐启修外科手术神乎其技啊？当初你一进医院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成大器。七兄啊，这个礼拜天把晚上的时间留给我，我跟你提过的，我想把我女儿。院长，你应该很清楚我会留在这家医院的原因吧？请你别再为难我了，我也不想让你自己难看，可以吗？还有，下次请你别再找那些新闻媒体过来，我真的很不习惯跟那些人打交道。喂，老师，是我。我看见电视新闻了，你表现得很好啊，救了很多人。有一个病患最后送进来的时候是气胸，病人希望鼻管超出伤口放弃，才送进来急救的。这很像他的处理方式。或许是我想太多了吧，我总觉得是他。他回来了？我不知道。不知
知道现在他怎么样了。这几年来你功成名就，他却默默无闻。手术刀久不用会钝的，不知道他的手术刀是不是还像以前那么锋利？5号刀，哦，不必要用到5号刀吧？我开刀你开刀啊？5号刀。是。哇，这不太夸张了。Kelly，不需要用到 Kelly 吧？我医生你医生啊，快点 Kelly。是。这是胃吗？我切开看看。啊，食物都没有消化完。好，烧好了。交你啊。哎呦！哎，你要喝鱼汤还是吃红烧啊？红烧最好啦。哎，味道重一点啊。稍早在巴士翻车爆炸意外之中的所有伤患，在被送往义大医院之后，由该院外科主任唐启修医师带领医护人员已全面抢救完毕。据悉，唐医师不仅在医界中备受尊崇之外，他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黄金单身汉，更是院中所有女性医护人员心目中的偶像。哇，好帅哦，好像我以前的男朋友。恭喜你啊，男朋友获得新生命。你乱讲什么？你看看，平平都是医生，人家唐启修多帅、多型、多英俊啊！我也不赖啊。是，那为什么人家现在是这样，你却是默默无名嘞？哎，唉，什么时候啊？你要是能够像唐启修一样，我们就发财喽。哎，以前我跟他念同间学校，什么嘛问我，我跟他还是同组搭档。是。红烧鱼啊！叫你好好顾你就不顾，凑什么热闹？喂 ，Hello, Dr. White. This is Michael speaking. So you find new cases? Well, that's too bad. But if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ose losers, please let me know. Okay, thank you. 好久不见。是你。那个用笔管插气胸的事，是不是你做的？我是看到电视才知道你在这里。这么快就当主任了？哪像我，只开了一间小小医疗用品社。找我有事吗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你想见他？你把他交给了我，就一声不响的失踪这么多年。现在突然间你冒了出来，就问我一句：人呢？我想见见他。我知道他在医院里面。他的情况是那个样子，不必看，看会能改变什么？这些资料是我这几年来的研究心得。
希望对你有帮助。你干嘛拍我啊？我没什么好拍的。哇，这照片给我直接啦！等我洗出来了，拿去给爸爸看，然后告诉他，他最骄傲的学生在实验室打瞌睡。我哪有打瞌睡啊？相机给我。我不要，明明就给我。丽婷。这样好了，除非你陪我去拍照，要不然就准备等电话，我爸爸骂你吧。你这个爱告状的臭丫头，别跑！你不要打我！你不要胡闹啦！牺牲他的性命可以挽救更多的性命啊！你骗人！你是因为缺课太多，牺牲他只会挽救你的成绩。被爸爸罚做实验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都知道，那就不要为难我啦。我才不将脑肿瘤种进他脑子里，你老爸会把我脑子给咔嚓的。你乖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！不要啦！好 ，OK， 我保证我不会让他太痛苦。你知道这兔子很有灵性的，它听得懂你在说什么，它都在发抖了。你居然忍心杀它，你好残忍啊！但是我不杀他，有人会杀他啊！你看他的眼神，好无辜哦。啊，烦死了！抱走，抱走！顶多让教授当掉就是了嘛。耶！模板最好了，我就知道模板最好了。依琳，他回来了，还是不修边幅的样子。听说他开了一间医疗用品社。你想见他吗？我不让他见你，你会生我的气吗？
睡吧，等你醒来，一定要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梦。喂。好，我知道。莫凡，就算你医术再高明，也只不过是个一介的逃兵，而我却选择留在战场上。好像不灵哎，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啊？小付啊，把你的给息传好，待会采访医院。啊，又采访医院？你想去偷看唐子修啊？谁偷看他？我是光明正大采访他。现在杂志只要有他的当封面啊，一定大卖。有多少新闻我要多少新闻啊？总编说的。假公济私，说那么大声。快，出大事了！来访问的友邦总理有被暗杀，你们赶快出动，快点！快，动起来！与我国友邦交的英属拉曼多群岛总理访问途中，遭到不明人士暗杀。据传子弹击中友邦总理的头部，是否性命垂危，目前并不清楚。啦！别吵，让我想想。你赶快想啊！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让我们进去采访？不好意思，院长交代过，闲杂人等一律不准入内。我们是记者，我们有采访权利及自由。什么救护车？怕别人不知道。警卫只说不能让闲杂人等进去，并没有说不能让病人进去，尤其是做救护车进去的急症病人。啊，对哈。尤其是这间医院里面我有内应，只要你们顺利混进去，就可以派那些进去帮你。谢谢，总长。喂，我到了。不是感染发炎，就是流产生小孩。还是外科好，有正常一点的原因。曹医师，谢谢。来，哇，这个这么惨，下腹痛，子宫膜异位，阴道出血，再加上巧克力囊肿，哇，孙妾。嗨你个头啦！你在干嘛？哦，我不是来看病，我是来问事情的。唐李修是不是还在开刀？手术顺不顺利啊？
你不要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那你就帮我问清楚啊！我去也没用啊，开刀房那边已经成了禁区，院长已下令封口，我去也帮不了你啊。这样啊，那不然你送我去开刀，反正盲肠也没有用，割掉算了。你疯了？不行啊！我有求过你任何事吗？有很多。那这件事也不能例外，送我去开刀房。到了那里，我自然有办法。哎，不行，我这次真的帮不了你，不然这样好，我帮你找别人好。庞达，你要逼我动手吗？学姐，你就算现在把我打死，我也帮不了你。哦，这样啊，既然这样，我也不勉强。不过我相信你应该不介意我把那件事给抖出来吧？学姐，你不是答应过我不把那件事情讲出来的吗？护士来了。怎么样？需要上整台吗？小姐，麻烦等一下把内裤脱掉，当面去让医生内诊一下哦。内诊？什么叫内诊啊？我没整过哎。其实很简单的，你只要躺上去，把你的2只脚给张开，拿一个俗称鸭嘴器的东西放进去，撑开你的那里。什么？当然，在某些必要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不用，我们可以改用手指。办不到。我也不想啊，学姐，是你自己跑来的嘛？怎么还在这边啊？赶快脱裤子啊！啊，没关系，我刚才帮他彻底检查过了，他阑尾发炎，要开刀啊。那我去通知开刀房啊。OK， 好，谢谢你。子弹呢就卡在这里，随时会引起大出血，不出血动手术是不可能的。莫凡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将颈动脉暂时扎住，这么一来就不会造成更大的出血。再将子弹取出。要是这么简单，还找你来干什么？谁都知道，血管扎住5分钟，脑部就会严重缺氧啊。不，3分钟。已经拖了这么长的时间了，所以一定要在更短时间内完成，否则会造成更大的伤害。所以我说，只剩3分钟。3分钟？哎，那不就更不可能完成这个手术了吗？可以的。你有把握？等一下，要是没有办法在3分钟之内完成这个手术呢？赶不及的话，那病人就死了。啊？他就是你说的高手啊！我什么时候开这种玩笑？一点做医生的样子都没有，我都怀疑你到底有没有医师执照。坦白说，我是没有。什么？哎，齐修啊！院长，我们开始吧。是他说的。医生，这只不过是一个小手术，你没必要这么紧张啊。废话，你知不知道被抓到死的人是我，又不是你？对不起。我是这里的医生，他急性盲肠炎要开刀。你们楼下不是有手术房吗？满了。好，那请稍等一下。稍等，喂，搞什么鬼啊？我也是病人啊，而且我快要死掉了，干嘛不让我进去动手术啊？我警告你们了，你们不让我进去动手术，我去法院告你们啊！告到你们倒，我跟你讲。哎呀，秋姐不要这样很难看。走开了！哎呀，害死人呐！谋财害命啊！有人搞特权，
善良无辜的老百姓。快拍呀！哦，院长，这位好。人都出来，你推我进去干什么啦？不是啊，人家已经在看，一定得进去啊。等一下嘛。奇怪，怎么是那个人？海豹，那人是不是你医院的医生？不晓得哎，没见过，推进去。哎，停！你干？你在干嘛啦？哎。前面的，你给我停下来！喂，你给我站住！原来你习惯真的已经接吻了。你不要脸！我是在救你，拜托，哪一次不是你主动过来亲我的？你说什么？我也是问你，你老实说。好，我知道，我身高182，体重70公斤。我不是要你说那个。你说，你刚刚为什么从手术室走出来？你去帮唐启修，对不对？喂，你还没讲完，喂！你不回答我，我就不让你走。喂！这样到底是谁？就坐，谢谢，推荐。本院最优秀的外科主任唐启修唐医师，在不到3分钟之内，顺利取出总理头内的子弹，总出血量不到200cc。这样神乎其技的外科手术技巧，全台湾可以说只有唐医师才办得到。现在我们请唐医师为大家说几句话。唐医师。没什么好说的，谢谢各位。对不起各位，这样子唐医师无法回答你们任何问题，请各位先回座好吗？唐医师会一位一位的回答你们每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请先回座，谢谢。小傅，快！谢谢各位。唐医师，请问手术是你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吗？那当然。我的意思是，没有其他人帮忙吗？当然没有，我们医院所有的医疗团队都是我们唐主任的后盾。唐主任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者。还有哪一位有其他的问题吗？启修，做得好。但是这一切都是莫凡他。什么莫凡？我告诉你，把这个人忘掉。
我已经想起他是谁了，他就是以前被开除的那个医学生。如果让别人知道我们医院请密医动手术，你想毁了医院，这件事情你知我知，那个莫凡，我也会想办法让他也闭嘴。不是的，院长，他什么都不会想要，什么都不想要，什么都不想要，怎么会动手术啊？相信我，我了解他。既然你这么有把握，那我也就放心了。本来想带你去轻松一下的，看你这个样子，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先生，你不要动哦。他的那个接近陌生人，你不要动哦。哎，低一点，低一点。好了。这张照片啊，一定很特别。先生，可以把兔子还给我了吗？莫小凡，你不要乱跑，社会有很多坏人，姐姐不是每次都可以救得了你的。对不起，请问一下，这里附近是不是住一位刘教授啊？你找我爸？你就是我爸口中说聪明程度不输给莫凡的唐启修？不像啊，你看起来呆头呆脑的。为什么要偷偷摸摸从后门离开？他跟唐启修之间一定有什么秘密。幸好我记下他的计程车车牌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。谢谢。生蛋的哪里会有诊所啊？喂，小付啊，是我啦，我到了，可是这里没有诊所啊。我找过了，诊所整你个头！我在这边只看到一个破破烂烂的药房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对啦，确定啦。
没问题的。好，再找找，就先这样喽。好，拜。走。还早嘞，都快中午了。是啊。这是抹布啊！是啊，你拿抹布给我擦脸，叫你拿去擦门，谁叫你拿去擦脸？我门擦完了，待会把柜台擦一擦。喂，我老板是你老板啊，这是你该做的事哎。喂。老板，请问一下，你有见过这个人吗？没有，不认识他。谢谢啊。奇怪，计程车司机明明说他在这附近下车，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人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有一个赤白白查仔来找你的。恰北北，设计的哦。好了，谢谢。衡量委外嘛，来，给我一支。不好意思，有一个赤白白的查某吼，到处打听你。恰北北的查某。嘿，我看你是吼，酒店去开查某，欠人钱，搁嫌老跑。我去酒店是替他们义诊的。是哦，个查某吼，搁不只少年，不只水呢，但是吼，就是身材较歹一点。勤宅败，那我不认识。你跟我同款，人身材的，我想吼，迄嘛不是你的口味啦。长得漂亮、身材差的小姐。放心啦，我无出卖你啦。来，行好啊。华姐。免啦，我想吼，你落2粒互我较对啦。阮厝迄家口啊吼，又搁咧配面啊啦。下暗顿若无做功课吼，我看是爆炸。这我也刚吃多，会眼瞎的哦。啊，省着点用。谢谢谢谢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老板，请问一下你们附近有没有这个人？没看过哎。谢谢。哇，这里每个人都说没看过。下吧。喂。当然。走啊！你说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当然，我小本生意，我一下怎么筹出这么多钱？那你现在准备怎么样？我慢慢还。慢慢还。小心！老板欠多少钱，我帮他还。不要逼我！我说了呀！我拿东西抵押。拿什么东西抵押？你的命，你生了重病，再不一恐怕就完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这里很痛吧？哎呦，这里呢？拿这里呢？我看你这些部位都痛得受不了，要是连那里都肿起来的话，就末期了。
会做全身电脑动作扫描，然后再回来找我。老板欠你的钱，就用手术费抵吧。好，我真的你前几天，下次再来找你，然后刚好嘞，走了啊！走了。莫医师，多谢你替我解围。哦，你明明就认识他，刚刚我说没见过啊！你说城市是一种美德，你搞不清楚。喂，你放手！你我什么？你到处找我，不知道人还以为你被我怎么样。哦，你也知道我到处找你啊！原来这里每个人都在骗我。我做人成功嘛。你少跟我打哈哈！我问你，你真的是医生？是又怎么样？你想死追着我，难道想再强吻我啊？这笔账我晚点再跟你算。现在算没有关系啊，我不会赖我。不要脸的东西！我问你，你那天为什么会出现在义大医院的手术室？我还看见你脱下手术服。说，喂，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。你还想赖？总理手术那一天戒备这么森严，你为什么会从手术室里面走出来？你到底跟总理的手术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么注意我，这么关心我，还不远千里的追到这里来，用情这么深的人不多见了，这就是一见钟情了。中你个头！你不说，我就把你拎到医院去问唐医师。我是记者，民众有知的权利。走。喂，你看那什么啊？刘星啊，老套，走。不是啊，有人跳楼了，那里有外星人，飞碟，不要拉我啦！上次。美女记者，拜拜。站住啊！喂！寂寞了，你不要你走起，我就找不到你。我还会再来。到底要挑哪一张好啊？喂，你干嘛？别拍，不要拍！喂，很丑，不要拍啦！你很烦呢，你干嘛拍？打死你！好，可以拍。不要拍。给你，再选。怎么出血这么严重？心律不正，血压急剧下降。主任，我们要换人工心肺。不行，病患也跟上不好，赶快人工心肺，不然更容易更糟。可是，主任，他心跳停止了。怎么办？主任。好，手术继续。是。想问什么就问吧。刚刚的那个手术，主任好像太大了。让心脏停止，不也是装设人工心肺的目的吗？既然它事情发生，我们当然要利用，好好把握。
是，唐主任，万一心跳回不来怎么办？在所有的器官当中，心脏是最单纯的，它是由一团肌肉所组成。依照一定的节奏按摩，我相信它回得来。我相信自己，坚持到底。小心，趁着点儿。小心！是威尔逊病。是，患者的静脉瘤已经破裂，大量出血。医生，请问这种病是不是很严重？威尔逊病是先天染色体异常所造成，体内的铜无法代谢，累积在内脏，造成多重衰竭。那需要开刀吗？如果是在幼年时期发现，还有治愈的可能。但是按照你女儿目前情况来看，她的肝脏应该已经粉末化，很难撑过手术。就算手术顺利完成，也没剩多少时间。医生，小琴她才17岁，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我拜托你们2位，我求你们一定要救救她，一定要救救她，我拜托。办完这个 case 就可以放大假喽。老婆，你给我站住！给我停下来！学姐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有事情要忙。你先忙完我的事再说，你再帮我仔细看有没有见过这个人。不认识。哎，可是那天你明明也看到他从手术室里面走出来啊。哎，学姐，他说一定是不要拿一颗来的，是个新医师。这医院这么大，我怎么可能每一个人都认识呢？好，那我们就问清楚，为什么那一天他会出现在手术室里面？哎，你查这要干嘛？现在很有新闻价值嘛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他不是你们医院的医生，就跟总理的手术有关，那么这件事情可就麻烦了。那就去拿。哎，学姐啊，我不想成为史上最大医疗纠纷的关系人。好，你不想成为关系人，就带我去找人，我们去找汤启修。这么大阵仗是去哪？他们要去动一个很难的手术。听说有个天才钢琴少女，她12岁的时候就办过钢琴的独奏会，可惜她是威尔逊病患。今天早上她静脉瘤破裂，引发大量出血。不知道唐主任这次能否顺利的动完手术？所以接下来就由唐启修执刀。当然了，不然还有谁能够动刀？奇怪，以他这么骄傲的个性，怎么可能会找人帮忙？还有，如果我的白马王子真的是他，为什么我的爱情能量还没像野火般烧开来？学姐，你口水快流下来了。口水？哪来的口水啊？哇，学姐啊，我劝你不要想太多，你知道吗？在这里啊，喜欢我们唐主任的人，从这里开始排队可以绕地球2圈。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跟谁交往过。他为什么交女朋友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不过我知道呢，我们院长啊，曾经想把女儿介绍给他，不过碰个软钉子。阿庞，喂，唐主任，请问我们家小琴怎么样了？放心，手术很成功。谢谢唐主任，谢谢。唐主任，听说这次伤患的手术非常危急，请问你当下做了什么样的处理？
请问唐医生，这次手术会不会影响小琴以后弹琴的技巧呢？不好意思，再请教你问一下。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各位记者朋友们，非常谢谢你们大家的关心。这次我们唐主任啊，又完成了一次非常重大的手术，非常谢谢各位。他现在刚刚开完刀，所以非常累，让他休息一下。我们很快的把所有资料整理清楚以后，再跟大家说明报告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院长，怎么有这么多记者？那我跟东关时说的，这么重大的事情会让医院知名度大增的。小凤怎么样？人太多了，根本拍不到。走开，我来。结果，喂。对不起各位，我们很快的就会跟各位做说明对不起，来，我们走，好，对不起这个记者真是有够天兵，居然一屁股就在唐主任身上了。不过老实说，不佩服唐主任都不行。这个手术困难度这么高，居然还能维持这种速度。对啊，尤其是修补胰脏的时候，他还可以自己扎住那个破掉的静脉，一边动手术。哇，这唐主任这么厉害，他以前是哪间学校的他是大我3届的学长，以前在念医学院的时候就超厉害的，大3的时候就被选进刘月蛋教授的研究室当助理。哇，那个外科权威刘月蛋，刘教授，听说他很严呢。那还用说，唐主任可是他得意门生呢。你不是妇产科的吗？你跑来我们神经外科干嘛？对哦，听说你们这边装潢的很不错，还真的挺不错的总算是窃取到一些有关唐主任的资料，统统把它给记下来。哇，原来唐主任以前是刘教授的学生，难怪那么优秀。不好意思，我先把你的毛细孔打开，待会就可以把粉刺吸出来了。这是吸侵入性细微异物的，你可以不要拿来吸粉刺吗？粉刺就是侵入性的细微异物啊，而且你这个吸引器比我那个导出器还好用，粉刺吸得超干净的。手术室这个拿来做美容室，这么贵的仪器你也拿来做脸？谁叫你一开张到现在，一有钱就买这些有的没的，摆着好看一点用都没有。喂，3个月了，你看半个病人都没有。要不是我今天在做美容，你这间店哪来的收入啊？还站着干嘛？没事就赶快去外面顾店啊！中午到了不要忘记帮我买个便当回来。你什么你？还不快去！叫我买便当，怎么你老板我老板？
鬼鬼祟祟戴个墨镜干嘛？现在到处都是我坐在唐吉修身上的照片，我能不这样吗？当然要低调一点。哦，哇，你弄这样子还真低调哎哈！你少废话，我说我查到什么，还不快拿出来？哦，在里面啊。嗯，毕业纪念册。对啊，唐主任那一届的。你这里面竟然还有那个西莫的照片呢。真的啊？没想到那个痞子跟唐启修居然是同一间医学院了。他们不只是大学同学，而且是同一间研究室的助理。听说啊，那个研究室是精英中的精英才能进去的哦。奇怪，怎么没有他的资料？当然没有啊，因为他被开除了。开除？理由是什么？不晓得，怎么查不到，只知道在毕业前夕，他就像人间蒸发一样，就这样消失了。可是我明明听面包老板叫他医生，就表示他在替人看病啊。学姐啊，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人叫秘医啊？这真是个天大的独家消息啊！秘医居然出现在你们医院，而且还参加了总理的手术。有了这个独家新闻，我再次不升上总编也难了。哎，学姐，你先别那么武断嘛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们也还搞不清楚。说不定人家是出国留学深造，也有可能只是一场误会吧。放心，大胆假设我会小心求证，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不过这一次，我得亲自问唐启修。喂，找你的私人宴会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准时赴宴。想与你一起分享。学姐，学姐，你走慢一点好不好？我看这件事情我们从长计议，好不好？不行。你真的很奇怪哎！你明明就喜欢我们那什么唐主任的，你干嘛要做这些事情让他讨厌你？你不怕他以后看到你就讨厌吗？那没办法啊，谁叫爱情跟正义没办法两全？我是个好记者，当然选择正义喽。不过老庞啊，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？还行吗？都一样啦。我想唐主任他可能只记得你的体重而已。我有话跟你说。喂，这里不方便，跟我来吧。居然又是他！他来找唐吉修，不晓得干什么。喂，跟我去看看。你是说我的手术有问题？我看报纸上形容，那个威尔逊病患应该是血液逆流
造成静脉瘤破裂，而你使用的方法却是传统的剥离法。我觉得这种做法可能行不通。你只因为报上报道就判断我做法不对？看病人的年龄跟发病史，也可以推敲出他的状况。通常威尔逊病患都有癫痫症状，他去学钢琴有成，那应该是在青少年时期才发作。而且我想，他之前应该有些肠出血的状况。你开刀时有看到他的肠道旧伤吗？我觉得他这种情况应该这样动手术才对。我已经画下来了。你留着吧，我不需要。我承认，只是根据报上的片面资料，就能猜出他的情况，的确是很厉害。但是他是我的病人，我最清楚他的情况。让我来告诉你吧，他现在不但复原了，而且出院了，这代表我的手术很成功。现在没事不代表将来没有事。他的血液逆流情况非常的严重，虽然你暂时将他静脉瘤拿掉，但还是怕以后会有逆流情况，到时候会造成更严重的大出血，不一定来及抢救。你总是自以为是，难道要我清楚的提醒你，你也犯过错吗？而且是难以弥补的大错。算了，过去式不提也罢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事。徐姐，被我抓到了吧？这次看你往哪跑。又是你了！你怎么像苍蝇一样老围着我打转？我看你才是苍蝇，唐启修是腐肉吧？你刚提到手术的事，是不是想勒索唐启修？你这个密医。密医？怎么样？怕了吧？关于你的事，我已经调查得一清二楚。你跟唐启修是同学，不过重要的是，你是个无照的密医。现在居然还想利用总理的事来勒索唐启修，对不对？小姐，你这么关心我，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？谁爱上你啊？你手臭没了？这样就好。虽然我们接过2次吻。啊？接吻？学姐，你们2个有？不是，我们不是接吻，只是碰到嘴唇而已。姓莫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刚刚威胁唐启修的画面，我已经全部拍到了。我会把它公诸于世。小姐。你的盖子忘了开。没关系，我现在拍也可以。哎，不要拍，不要拍。对不起，我不随便给你拍照。